2018年11月，为了节省房租，我租了一间单身公寓。看着破旧的大门，我问房东能不能帮我换个门。这门很结实，这么久都没出事，换不了。看着房东坚定的眼神，我有些无措。可这房租确实便宜，我便咬咬牙租了下来，喊人上门换了锁。2019年1月，出差了好几天，听说前2天好几户人家门锁都被撬了，被偷了好些东西。隔壁的小情侣家被偷得最狠，连晚上吃剩下的排骨汤都被连锅端走了。看着小姐姐唉声叹气借菜刀的模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我仔细检查了我家的门锁，似乎没有被撬开的痕迹。2019年2月，过年回来后就听房东说要涨房租，原因是他帮我们这栋楼找了一个守夜值班的大爷，还是因为之前遭小偷惦记的事情，房租涨了500，让本不富裕的我雪上加霜。上个月同事还让我和他合租，看来我得考虑一下了。2019年4月中旬，最近总加班，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了，钥匙孔又生锈了，抽空得找个师傅看看了。最近这么晚还有人搬家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。2019年4月下旬，没想到我居然遇到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闺蜜在我家玩了2天刚走，却突然有人敲了我家的门。这种单身公寓都没猫眼，开始我以为是闺蜜去而复返，但我问了门外好多遍，却没有任何人回答。楼道的脚步声响起，特别清晰，一直在门口徘徊，一下一下踩在我的心头上。我再次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搬家。2019年5月，最近我失眠更严重了，因为从那天之后，我经常在深更半夜听到门外有脚步声，在走廊里走来走去。我问过房东了，他说应该是大爷在值班。难道真的是我多想了？不对呀，大爷一般不是到凌晨1点左右就休息了吗？我难道幻听了？突然想到隔壁的邻居都搬家1个多月了，可我也总能听到他家似乎传出来有人念叨的声音。不行，太恐怖了，我还是得搬家。2019年6月，我被人盯上了。我刚从快递站取完快递，便往家走去。突然，我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我的身后好像一直有个人在跟着我。我吓到了，直接僵在了原地。但更可怕的是，身后的人竟然也不走了。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许久。没过一会儿，我疯了一般冲上了楼，头都不敢回。我赶紧冲到了家门口，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但因为钥匙孔生锈，我一直没能打开。此时他已经走到了我的身后，正站在那里看着我一动不动，然后打开了隔壁的房门。2019年7月，我终于搬走了。听房东说，隔壁那个小伙精神不太正常，他总喜欢跟着女孩屁股后边跑，但都没恶意。可我再也受不了了。自从我知道他住我旁边之后，有一天晚上，我仔细听了一会儿隔壁的念叨声。这次我终于听清楚了，他竟然一直重复念叨的是我的名字。如果半夜有人敲门问你借东西，又声称是你的邻居，你会开门吗？我最近刚租了一套房子，虽然是个老小区，但是社区治安还算可以，我便安心住了下来。可刚住下没2天，夜里的一次停电彻底打破了这份宁静。大概夜里11点钟，刚准备入睡的我被敲门声惊醒。我想打开床头灯，却发现竟然停电了。我皱了皱眉，门外的敲门声还在继续。我不耐烦地回道：谁呀？阿姨你好，我是住在对门的珊珊，请问你家有蜡烛吗？听着询问声，好像是一个小姑娘的声音，但我透过猫眼望去，楼道也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阿姨，你家有蜡烛吗？见我没回复，门外的声音再次传来。我暗道糟糕，这才刚来就找我借东西，那以后岂不是没完没了了？我一直有点社恐，跟不熟悉的人，哪怕是小孩子都不想有过多的交集，索性我冷冷地回复了句没有。可门外的人似乎并没有听出我的冷淡，突然笑了起来，话中还带了一丝得意。阿姨，我就知道你家没有，妈妈怕你害怕，让我给你送蜡烛来了。他的一番话倒是让我感到了一丝愧疚。映着手机的灯光，我准备开门的时候，猛然间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因为手机刚好停留在了 WiFi 的连接页面，我发现很多 WiFi 设备的名称依然挂着。这是不是意味着，并不是整栋楼停电，而是只有我家停电了？想到这，我不禁背后一凉，门外的敲门声还在继续。阿姨，你开个门吧，我把蜡烛给你。此刻，门外的声音好似催命般的响起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看了眼房门已经反锁后，便再没给他任何回应。直到第2天家里依然没有电，我联系了物业才知道，原来真的是我家的电闸被人动过，而且这栋楼根本没有一个叫珊珊的小女孩，这不禁让我一阵后怕。师傅，您之前上楼出电梯的时候，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凌晨2点，我被手机铃声吵醒，
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打来的。是开锁师傅吗？我家的房门打不开了，能帮我开一下锁吗？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焦急的声音，我让对方不要着急，然后询问了女人的住址和门锁的相关信息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迅速起床，穿好了工作服，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我提上工具包就出了门。现在我们这一行的生意越来越难做，但好在麻吉花园是个老小区，比较容易下手。为了拓展生意，我不得不自己创造客户，提前在住户的门锁上做手脚。说起来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将一根牙签从锁孔里插进去，然后将牙签掰断，只留尖部的一小节在锁孔里。这样一来，钥匙就不能完全插进底部，门锁自然也就打不开了。业主不知这其中的门道，大部分人会选择用力转动钥匙，然后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情况出现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也就轮到我这个开锁匠出场了。我不仅给人开锁，还会忽悠客户更换锁芯，这样我就可以赚得更多，达到利益最大化。当然，选择目标也是有技巧的。我通常都是隔层选目标，一层只选一个目标，这样才不会让住户起疑心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细心的把除我之外的所有同行广告全部去除，只留下自己一个，不但可以保证客流，也能保证我提前做的手脚不被发现。自从用了这个方法，我便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客户。像今天这样半夜接单也不是头一次，毕竟总会有早出晚归的人。很快我便到了4号楼的楼下，我进入电梯，直接按下了14楼。等我来到楼上时，我看到1404号房的门前蹲着一个女人。见有人来，女人赶紧起身向我询问：是开锁师傅吗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感觉女人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。我点头回复：是的，刚刚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吧？对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这门打不开了。刚刚我用力过猛，钥匙已经断在里面了。女人说完，指了指门上的锁孔，锁孔里果然卡着半截钥匙。您这个应该是锁芯老化所致，需要更换锁芯。说着，我向女人出示了我的相关营业证明，然后按照规定向女人核实了身份信息，可以确定是这间房子的户主。严格来说，现场还需要有第三方证明人的存在，比如物业或者邻居，但由于时间太晚不方便，现实中有些规矩一般能省就省了。在做完开锁登记之后，我从包里拿出工具，正式开始了我的工作。我刚开始忙活，女人突然问了我一句：师傅，大概需要多久能把门打开？我一边工作一边回复她：差不多10来分钟吧。能快点吗？我看了一眼女人，发现她的眼神似乎有些飘忽不定。女人好像在有意无意地朝我身后的某个方向看着什么，我随即也朝那个方向瞥了一眼，可我只看到了一条昏暗而又空荡荡的楼道。我皱着眉头对女人说：您这锁很不好开嘞，我尽量快些吧。其实像这样的锁，一眨眼的功夫我就能打开，但我需要尽量把时间拖得久一点，要不然客户会觉得我这钱也挣得太容易了些，他们在掏钱的时候会很不乐意的，因为之前吃过这方面的亏。所以在那之后，不管是多么容易开的锁，不管客户有多着急，我好歹也要拖够10分钟才给人打开。我算是整明白了，开锁不仅需要技术，还需要演技。10分钟后，我终于把门给打开了，接着我还给客户换了一个锁芯。至于那个旧的锁芯，其实压根儿就没坏，等我回收回去，下次又可以换给别的客户，这就叫一本万利。我总共收了客户100，刚接过钱，女人便走进屋里把门带上了。可就在门刚要关上的时候，门却突然停住了。女人站在屋里，透过门缝压低了声音问了我一个问题：师傅，您之前上楼出电梯的时候，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女人说着用手指了指我身后的楼道。我听后一愣，立刻回头再次看向了那条昏暗的楼道。女人继续说：我指的是电梯门正对面的楼梯口里。我随即望去，在楼道的左侧确实有一条通往楼上楼下的消防楼梯，而楼梯口正好在电梯门的对面。在我此刻所站的位置，只能勉强看到进入楼梯口的门洞，门洞里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我不明白女人的话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。之前我急着给您开锁，出了电梯就直接左拐与您碰面了，没怎么留意楼梯口里有什么。您有没有看到一个白森森的人影，就站在楼梯口里？我听后瞬间感觉全身一阵发毛。白色人影，楼梯口里。女人连连点头。那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裙、披头散发的女人，她的脸完全被头发遮住了，就这么面朝电梯门站着，动都不动一下。女人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毛骨悚然，但眼下这个情况，我也不得不走过去确认一下。
因为我马上离开就要路过那里。我故意用力咳嗽了一声，声控灯应声而亮。我壮着胆子慢慢地走了过去，女人继续躲在屋里，透过门缝看着楼道里的情形。中途我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门缝里的女人，由于门缝很窄，透过门缝我只能看见女人的半张脸，她耳旁垂下来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半只眼睛。老实说，这个画面让我有种莫名的恐惧。等我刚要来到楼梯口的时候，声控灯由于时间到刚好自动熄灭了，我不由得浑身一颤，赶紧用力跺了一下地面，声控灯再次亮起，我终于看清了门洞里的情形。我赶紧用力跺了一下地面，声控灯再次亮起，我终于看清了门洞里的情形。门洞里就是一条通往楼上楼下的消防楼梯，根本什么人都没有。突然，身后传来一阵嘈杂的响动，紧接着咔嚓一声，我回头一看，女人已经将房门关上了。我长吁了一口气，看来是虚惊一场，定了定神，准备收拾家伙赶紧走人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发现更换了锁芯后的新钥匙还没来得及交给1404号房的客户，真是被刚才的事给整迷糊了。我赶紧敲响了那女人的房门，可一连敲了好几下都没有任何的回应。我有些纳闷儿，那女人才刚关上门，她不可能没听到敲门声的。回想起之前女人的异常反应，她或许真的是被吓着了。我甚至可以想象，屋里的女人此刻可能就站在门前，透过猫眼看着我。我只好一边敲门一边解释只是想把新钥匙交给她，可屋内依旧没有任何回应。见敲门无果，我只好又掏出手机给女人打电话。我从通话记录里找到了女人的电话号码，电话刚拨通，我就听到了对方的手机铃声。可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手机铃声并非来自屋里，而是来自我的身后。我立刻回头，发现手机铃声正是从楼梯口的那个门洞里传来的。这怎么可能？那女人明明已经进屋里去了，可手机铃声为何会在楼梯那里响起？铃声持续传来，清脆响亮，显得格外刺耳，在这寂静的楼道里犹如鬼魅一般回荡不绝。楼梯口门洞里的声控灯也随之再次亮起，我循着声音又来到了楼梯口。这次我壮着胆子开了门，然而在推门的瞬间发出了咣当一声，好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。我探出头向左侧望去，突然一道白色的人影从左侧飘了过来，我整个人都吓得瘫坐到了地上。只见一具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尸吊在半空中，披散着头发，看上去有些娇小，长发挡住了她半张脸，脚上的鞋也掉了半只。更令我浑身发抖的是，那手机铃声依旧在继续响着，而发出声响的手机此刻就在女尸的包里。这一刻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赶忙爬出了楼道。楼梯间里的女尸是谁？她为何会死在这里？是谁杀了她？更匪夷所思的是，那不曾向我打开所求助电话的手机，为何会在这具女尸的身上？莫非之前给我打电话求助开锁的其实是这具女尸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死在楼梯间的女人才是1404号的业主吗？这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了，我只想赶紧的离开这里。我慌乱地按着电梯，在等电梯的同时我报了警。我试图说清楚现在的情况，可我实在是太害怕了，只能含糊其辞地嚷嚷着有死人。在警员耐心的询问之下，我还是吞吞吐吐地讲述了现在遭遇的状况。警员承诺会尽快过来看看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涌起了一丝不安，因为我意识到我肯定卷进了一场不小的麻烦中。如果死在楼梯间里的那具尸体是真正的业主，那等于我替贼人开了门。即便今天我能逃过一劫，之后肯定会被牵扯进这场凶杀案中的。可如此阴森恐怖的地方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这2部老旧的电梯居然迟迟没有上来。最关键的是，电梯的指示灯都在13层，而且电梯好像根本就没有要上来的意思。我依稀听到电梯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13楼挡住了电梯。一阵莫名的恐慌感袭上我的心头，是不是有人藏在了13楼？而他不想我坐电梯离开，难道对方要逼着我走楼梯？可走楼梯的话，是不是直接就会跟藏在暗处的凶手撞个正着？就在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，突然身侧传来了一声响动。我扭过头看了过去，是1404号房门被缓缓地推开了，门只开了一条缝便停下了。身后的房门被缓缓推开了一条缝，我试探地走了过去，透过门缝往里看，却没看到之前的女人。突然，一条满是鲜血的手臂从门缝底部伸了出来，还在微微地颤动着。我吓得后退了一步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只见门缝缓缓撑大，紧接着我便看到那个女人的头贴着地面，慢慢从门缝里探了出来。女人的半边脸贴在地上，头发盖住了半只眼睛，她口吐鲜血，身子突然颤抖了2下就不动了。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尖叫出来，身体像被钉住了一样，动也不敢动。她死了，居然在屋子里遇害了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
门砰的一声被人大力的撞开，一道人影从屋内跳了出来。这一刻，我彻底绷不住了，一头冲进了楼梯间。我已经顾不上楼间被吊起来的尸体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赶紧离开这里。路过13楼的时候，我也顾不上电梯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因为身后的脚步声正在逐渐逼近。我沿着楼梯一口气跑到底，沿途的声控灯都应声亮起。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，如果真的有人突然出现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会一脚踹上去。我仅用了1分钟便跑到了楼下，幸运的是，我刚走出楼道就遇到了警察。虽然我狼狈不堪，可我终究是活了下来。我大口大口喘着气，终于安全了。但接下来，我知道我的麻烦也会接踵而至。作为案件目击证人的我，被警员带进了询问室，在询问室待了一阵子。面对警察的询问，我刻意规避了自己开锁的细节。然而，当警察拿出了锁芯和半根牙签时，我知道我再也逃避不了了。我微低下头，说出了自己为了做生意而使用的卑劣手段。我承认，门锁的事是我做了手脚，可人不是我杀的。但是你的行为比杀人的人还可恨。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。哎呀，师傅，大概需要多久能把门打开？差不多10来分钟吧。能快一点吗？哎，您这锁很不好开。我的女儿，开门，快开门！就是你女儿把我孩子害死的，你害了我女儿，是你害了她。警察，你们快把他带走吧！就是这个人老来骚扰我们母女。你害了我女儿，是你害了她。喂，是开锁师傅吗？我家的房门打不开了。喂，物业吗？帮我找个开锁师傅，我家门又坏了。刚刚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吧？您这个应该是锁芯老化所致，需要更换锁芯。吊死在楼道里的人，就是当时参与霸凌的主犯，也就是1404业主的女儿。真没想到，就因为我那看似微小的坏心眼，却毁掉了一个父亲的一生，也差点让自己丢了命。我居然因为一件送错的快递，差点丢了性命。那晚我刚下班回家，门口就传来门铃声。您好，您的快递。我没多想，应了一声。啊，麻烦放门口吧，谢谢啊。待快递员走远后，我便开门把快递拿了进来，心想着应该是老公出差在外面给我买的特产。可仔细看了眼快递面单，上面的地址门牌号是对的，只不过他是隔壁撞的，收件人我更是完全不认识。好在面单上有他的联系方式，想了想，我便打了电话过去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对方是个温柔的男生。你好，我是 A 幢402的，您的快递送到我这里了。我与他说明了一遍事情经过。这应该是快递员粗心搞错了吧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就放在门口，我晚点去拿。我便直接应了下来，把快递放回了门口。隔天一早，我发现快递果然被取走了，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却没想到这一切只是个开始。之后没过几天，门口又出现一个快递。这怎么又是隔壁楼的快递啊？这快递员怎么回事啊？我虽然有些生气，但还是决定打电话给邻居。又送错了，真不好意思，你方便帮我放到门岗吗？我看了一眼眼前的快递，这次的快递是一个比较大的箱子，看上去有点重量。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犹豫。家里有男人吗？这个快递有些重，你一个人应该搬不动吧？这个我确实搬不动。在他说了会自己来拿后，我便挂断了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听到门外有悉悉嗦嗦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透过门眼往外望去，可却发现门外一片漆黑。我有些纳闷，就在我再次看去时，门外又恢复了正常。晚上和老公打电话聊起了这件事，他提醒我，如果再有下次就直接打电话给快递公司，不要随便和对方联系了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第3次很快就来了，但这一次却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。你好，你是叫于小莫吧？你有快递被送到我家了，你方便来拿吗？听完他的话，我有些尴尬。真不好意思啊，你方便帮我放在门岗吗？好吧。我微笑着向他道谢。取回来后看到确实是老公前些日子买的咖啡机到了。然而这件事之后又过了几天，我再次收到了一份寄错的快递。原本我想打给快递公司的，却没想到邻居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有份快递寄到你那里了？
他的语气有些着急。哦，对，是有一份你的快递在我这儿，要不我还放门口，晚上你来取。不，这份快递非常重要，你放在门口我怕丢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它拿回家，晚上下班后8点左右我去你家取，到时候你再放在门口。对方的态度诚恳，我想了想也不好拒绝。行吧，那我先把它拿回家吧。中途我还给老公打了个电话，听说别人要来我家取快递，他让我一定要记得把快递提前放门口。如果快的话，我晚上也能到家了。我点头应道。眼看着已经到了晚上，只不过时间还没到8点，门外就有了动静。一阵门铃声响起，我吓了一跳，刚准备询问时，对方先开口了：你好，我是你的邻居，我是来取快递的，今天下班早了些。听到是他的声音，我心里却平静了不少，想着人家特地来取快递，我不开门好像也不合适，便拿起那份快递走到了门口。开门之前我犹豫了一下，把门轻轻地拉开一条缝，突然一只手伸了进来，我脑子嗡了一下，意识到不对，紧紧地拉住门把手，一张脸瞬间出现在我眼前，他长相凶恶丑陋，面目狰狞可怕，此时我害怕极了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你干嘛？你是谁呀？我壮着胆子喊道，他却对我毫不理睬，只是慢慢拉大了门缝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的力气根本抵不上人家，只能冲着屋内大喊：老公，家里接人了，老公！别费力气了，你家里没男人。他一脸邪笑地看着我，我最终还是没挣脱过他，眼睁睁看着他闯了进来。我看到他手里拿着尖刀，刚准备关上身后的门，这时门又被外面的人用力地拽开了。是老公，他回来了。他突然的出现让眼前的男人吓了一跳，并趁他不备夺下了他手中的刀，直接吓跑了他。我也终于安全了，我们赶忙报了警。待警方来了之后，赶去了 B 幢402，才发现这个屋子压根就没有人住。后来通过监控才发现，原来送错的快递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。这个人的快递是他自己放过来的，而我的快递也正是他取走的，根本不是快递公司送错了。还好老公及时赶回来，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我第一次觉得闺蜜这么可怕。我和闺蜜合租了一个老旧的小区，小区破旧斑驳，楼梯里连照明都没有，每次加班回来都觉得阴森森的，很瘆人。房间里的摆设也很陈旧，好在房租很便宜。我们俩特别爱缩在客厅看恐怖片，在恐怖片的衬托下，房间竟然也透着阴森的气息，就连温度都比平时低。第二天，闺蜜却突发奇想，打算测试一下电影中的情节。她找来一只碗，里面放了生小米和清水。如果屋里有鬼的话，这些东西就会被吃掉。说完，我们就出门上班了。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，不停地想着碗里的米到底会如何。下班后，我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家，第一时间去查看那只碗。还好里面的东西并没有少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里竟然有些失望。此时闺蜜的房间关着，里面放着音乐，我就去卫生间冲凉。结果洗着洗着，我无意间往门口看了一眼，就看见闺蜜脸贴着玻璃门冲着我傻笑，我吓了一跳。你神经病吧？闺蜜并没有理会我的愤怒，依旧站在那里冲我傻笑。这下我彻底火了，冲着她大骂了几句，然后赌气地拉上浴帘。等我洗完澡，闺蜜已经不见了。可就在我刚准备刷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竟然是闺蜜打来的，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推开闺蜜房间的门。你都在家，给我打什么电话呀？可闺蜜好像睡着了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我心想，会不会是她的手机丢了，有人捡到电话找失主？于是我赶忙接起了电话。我在买奶茶，要不要给你带一杯？我瞬间毛骨悚然，因为电话里的声音正是闺蜜。我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，好半天才找到了自己的声音。你别开这种玩笑，你不是在床上躺着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马上到家了。说完，电话便挂断了。我的头上已经渗出了冷汗，脑子里也突然想到了一个细节：刚刚我去看碗里的东西虽然没有少，可在我端起来时，它分明是热的，里面的小米已经熟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的脸色煞白，悄悄往床上看去，躺在床上的人却不见了。我尖叫着拔腿逃了出去，正好碰到闺蜜拎着奶茶回来。我把刚才的经历告诉了她，她也被吓得不轻。这个房子是不敢住了，我们连夜搬了新家。好在后来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，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回忆。你在医院经历过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？1年前妈妈因病住院，我作为陪护也守在医院里。入夜，我想着帮妈妈打完水就准备回家，便提着热水壶走出了病房。走廊里格外安静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一股阴风刮了进来，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我紧张的喉咙发紧，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水房里只有一个人在打水，哗哗的水流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有些突兀。我站在他的旁边，刚想拧开了水龙头，不经意的斜眼时，却发现那人的水壶已经满了，水溢了出来，躺在他的手背上，手背一片红肿。这可是开水，他难道不疼吗？水满了，
我提醒了一句，赶紧帮她关好水龙头。哗哗的流水声戛然而止，女人猛地抬起头看着我，她的眼睛很瘆人，眼仁很小，几乎都是眼白。我害怕的咽了咽口水，小声的解释：你的水壶满了，水把你的手烫红了。女人机械地将手举起来，放在眼前瞧了瞧，然后又放下，接着提起水壶缓缓离开。自始至终她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，更没向我道谢。还真是个怪人。我打好水走出水房时，才发现走廊的灯突然莫名的闪着，甚至还有滋滋的火花声。一个行动病床迎面推了过来，床上盖着一块白布，下面躺着一个人。行走带来的风将白布翘起了一个边，我看到了床上那人黝黑的头发，真的是世事无常。我不禁叹了一口气，出于对死者的尊重，我赶紧避让。突然有人从身后猛地推了我一下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扑向了床上。好在我用力扶住了床沿，这才避免了尴尬。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刚才有人推了我一下。我不停地和对方道歉。推床的两个人并没有吭声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他们的眼神透着古怪。我心里有些恼火，但又有些害怕，于是我直接转过头去找推我的人，可是身后空无一人，静，死一般的静。我不禁四下张望，诡异的是走廊两侧病房都房门紧闭，乌漆麻黑，一种深深的恐惧感袭上心头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有意冒犯，请您原谅。我转过身，低着头不停地道歉。然而许久没人回答，我悄悄地抬起头，瞬间吓得脸色惨白，拔腿就跑。因为移动病床和那2个不3个人不知何时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全程没有一丝声音，头上的灯依旧忽明忽暗地闪烁着，发出滋滋声。我一路狂奔到满头大汗，依旧没能跑到妈妈的病房门口。妈妈的病房离水房并不远，但我怎么走这么久还没有到？我害怕的赶紧拿出手机，颤抖着拨打了妈妈的号码，可电话那头迟迟没有接听。我捂住了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在眼眶打转，再次环顾四周，这里是9楼没错，也是我熟悉的病房号。我愣愣地站在了走廊，仿佛整个楼层只有我一个人，强迫着自己冷静下来。一切的不对劲都从我碰上那个女人开始的。既然前进没办法找到出口，那我就退回水房，看看那里是否能找到原因。于是我转身往水房的方向走去，结果我发现我连水房都找不到了。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我惊喜地发现前方有一个病房的灯竟然是亮着的，而这个病房的门也开了一条缝。一阵冷风吹了过来，夹杂着一丝呜咽的声音。我的身体反应比脑子更快，直接开门就走了进去。进去后我才发现病房内只有一张病床，上面躺着一个人。不好意思，无意打扰，我找不到病房了。我冲着床上的人解释，然而门却吱呀一声关上了。我吓得险些叫出声，转过身用力去推房门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今晚也太邪门了，我不会死在这里吧？就在我恍惚间，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僵硬地朝身后看去，身后站着的竟然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，她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我不自觉地尖叫起来，赶忙退后一步。你不该来这里。一句话轻飘飘地传来，我的眼睛紧闭不敢睁开，只感觉一只手推了我一把。再睁开眼，我竟身在水房，水龙头哗哗地往水壶里注水。怎么回事？还没从害怕的情绪中走出，提着水壶走了出去。走廊上的灯安静地亮着，没有闪烁，也没有滋滋声。不远处的护士站里，护士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难道刚才发生的事情是我臆想出来的？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不远处2个人推着一个病床走过来，床上躺着一个人，从头到脚盖着白布。一阵阴风刮过，白布被掀了起来。这一次我不仅看到了对方的黑发，还看清了他的脸，她就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。我的汗毛全部炸了开来，快步往前走去。好在这次没出什么意外，我顺利走回了妈妈的病房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给你打电话也没信号。妈妈看了看手机，我去了多久？都快1个小时了，你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？我不想让妈妈担心，没有说出刚才的经历，只是说遇到一个熟人多聊了几句。赶紧回去吧，明天还得上班。我放下了水瓶，和妈妈道了晚安，就走出了病房。之后的我再也没遇到过这种事，但是至今想起依旧心有余悸。